这个如同干尸一样的男人躺在床上，他不仅满身脓疮，身体溃烂，而且左手也被人砍下，墙上则写着一个巨大的单词：懒惰。更离奇的是，他竟然还活着。佛波洛立刻将他送去医院，可医生却说，这个人的肌肉和脊柱已经严重退化，被禁锢在床上至少1年多了，而且舌头被割，1年都没吃过饭。要不是有人给他服用大量的药物和抗生素续命，他早就变成了一堆白骨。而现在他已经错过了续命的最佳时间，过不了今晚就会饮恨西北。很明显，凶手是故意将毒贩的手砍下，并且在律师的案发现场留下了他的指纹，从而引导佛波洛找到毒贩，目的就是为了在佛波洛的见证下完成自己7宗罪的杰作，以此来证明佛波洛的无能。而毒贩以贩卖毒品获取钱财，只想着不劳而获赚快钱，刚好对应了懒惰。律师则为了利益给毒贩开脱，也不管对方的钱财干不干净，所以犯下了贪婪的罪行。现在7宗罪已经完成了3个，佛波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，下个案件随时有可能发生，或者说正在发生，他们必须要赶到凶手之前找到突破口。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，如果凶手以7宗罪作为犯罪的手法，在他不了解宗教的情况下，就必须去图书馆阅读相关的书籍，特别是这一类的书籍，图书馆都会有借阅记录。老黑在拿到名单后，果然从上面排查到可疑的人，可就在他们敲门的时候，走廊里出现一个人，他二话不说就对着2人扣动扳机，然后快速逃离了现场。好在2人并没有受伤，阿伟抄起手枪就追了上去，追到一个小巷，神秘人突然消失了。阿伟拿起手枪四处查看，不料被对方一棍子打倒。他用枪对准了阿伟的头，可就在阿伟以为要殉职的时候，对方却没有痛下杀手，反而是转身离开。老黑来了以后扶起阿伟，2人来到神秘人的家中，里面有他犯罪时留下的照片，还有关于7宗罪的书籍。现在基本可以断定，神秘人就是凶手丧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凶案却再一次发生，一个男人被丧彪用枪威胁，用一种极其变态的方式捅死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女人，门上留下一个单词：淫欲。显然被暴露的丧彪已经加快了游戏的进程。仅仅过了1天，又有一个女人死亡，床头有2个大字：傲慢。她的脸被严重毁容，右手拿着电话，左手拿着安眠药，她可以拨打电话求救，但是毁容的事情会公之于众。而面对这2个选择，女人选择了左手。到目前为止，丧彪已经完成了5起杀人案，还有2起就可以完成他的7宗罪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丧彪却偏偏跑来警局自首。